好的，那我们现在来到现场的是我们金骏科技的张若轩副总经理 Daniel， 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Daniel，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金骏科技张若轩。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公司的产品，这样子。对。那今年金骏科技在摊位上的主力产品有线性传动元件 Staff 跟模组系统产品，对不对？那在介绍我们这个产品之前 ，Daniel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金骏科技，好不好？好。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金骏科技跟我们一些公司的产品的部分。那金骏科技呢，主要是在成立是2004年8月。那我们的新台币资本额新台币6.34亿元，我们的员工呢是160人，那我们的总公司是在我们的台湾新北的部分，那子公司是在我们中国杭州，那我们总共有3个厂区，一个是在三峡一个在莺歌，然后一个是在我们的中国杭州的部分，对。那其实我们公司主要的产品呢，就是做那个线性传动元件，然后跟我们的一个光机电整合性的系统的产品。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画面上，我们看到有2个品牌，一个是 Staff， 一个是 OME。那这个 OME 其实是有它特别的意义。OME 3个字代表的是光机电整合的意思，就是 Optical、Mechanical 跟 Electronical 的意思。对。OK。那我们公司的愿景呢，最主要就是要以线性传动元件的研发与制造为本，精致人类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其实是以我们的一个线性传动为核心，然后再去做一些延伸，好，所以会有一些衍生性的一些产品。那主要就是为了要带来更好的一个生活的品质，这样子。对。那以产品组合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我们的线性滑轨，然后我们的螺杆，然后当然螺杆线性滑轨就有我们的滑台。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右边这边看到，我们可以有一些奈米级的一个移动定位平台。那当然呢，这个部分其实在应该说大中华区呢，只有我们在做这样的产品。因为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细微的一个运动控制，它可以达到奈米级的运动控制。哇！对，那这个是一般的一些传统的马达是无法达到的一个精度的一个水准。那在下面这个系统的话比较特别，它是属于移翼系统。那我们也可以叫它那个核酸纯化机。那核酸纯化机就是现在大家最夯的那个话题，就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那武汉肺炎的关系呢，所以我们现在常会听到说，我们的政府也好，我们的一些其他国家，他们都会积极的想要去做那个核酸的检验。那你核酸检验的话呢，就是希望说我们抽取病人的或者是可疑的患者的一个检体血液。那透过我们这个机台呢，搭配这个药剂呢，它就可以全自动的帮我们从血液直接把我们的 DNA、RNA 分离出来。那分离出来之后呢，我们再去跟其他药剂做反应，你就知道说你有没有确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对于这个疫情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那金骏做这个产品其实已经做10年了，那我们也是国内第1家拿到那个 GMP 认证的厂商。对，那这个产品呢，基本上它是可以在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之内，看药剂的这个 protocol 来看，它可以在这个短时间内呢，一次处理16个样品。对，16个。对，所以你是可以处理16个病人的检体，所以它可以大大的一个提升我们检验的效率。那当然，它最重要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它是全自动的，所以你把血液放进去之后，它会直接做完，所以避免了第一个是人员的感染，对，那也不会说可能会有搞错的问题，对，所以这是这个系统最大的一个特点，可以降低人为疏失的一些失误。对。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我们整个公司的产品布局。其实我们从最下面那一层来看的话呢，它是一个属于元件类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会把我们的元件的品项备得更齐全，种类更齐全。那当然从纵向来看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整合性的一些，例如说模组。那再往上的话，就是跟机电整合系统会做在一起。所以最上面那一层的话，都是我们属于机电整合系统的一个产品，所以它的品牌都是 OME。对，那下面这边都是我们的 Staff 的产品。对。OK， 那以专利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其实 Staff 跟我们的金骏的科技的产品呢，其实是销售到全世界的。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专利布局来讲的话，我们也是以台湾、德国、美国、中国、日本这几个国家为我们主要的一个专利的申请的国家。那我们现在已经通过的专利有206件，那还在审查中的有7件。对。那我们跟同业比较不一样的是说，其实
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我们国内一些比较大的一些传统元件厂，比较少听到金骏科技。好，那其实我们主要的市场是在我们的欧美日这几个国家，所以其实我们是以外销为主。对对对。那这个地图来讲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在亚洲区、欧洲跟我们的北美、南美，其实都有我们的一个销售的通路，所以其实我们的产品是服务到全球5大洲的。对，那以我们的品牌呢，行销到25个国家，现在目前平均估计的话，应该有100多位的终端客户这样子。哇！对，那我们的产品呢，其实用在工具机、半导体、汽车、电子、医疗产业都有在用。那这个线轨的东西呢，其实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因为每一种线轨它在使用的一个场域不一样的时候，这个产品环境对于这个产品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针对这些特殊的应用场域来去开发一些相对应的一些元件来做搭配使用。所以其实虽然说产品是你们的核心啦，但是要在不同的产业做应用，其实又需要不同的研发技术，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要去了解那个产业它的需求啊等等。对，因为不同的产业，例如说像一些工具机，它可能要求的是一些防尘的系统啊，或者是它的精度要求会特别高。对。那像半导体的话，因为它是洁净式，所以它可能要求又是另外一种。那汽车、电子跟医疗每一种产业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会有搭配不同的产业的需求，我们开发不同的配件。那客户可以使用他们适合的配件来去运用在他们的产品里面。那当然，我们在过去这10年来，我们也不断的受到国际、国内的一个肯定，所以基本上对于我们的产品跟技术呢，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信心。那当然，我们也通过我们的 ISO 9001跟13485跟 GMP， 后面这2个是属于医疗型的认证。是。那其实要可以拿到这些认证哦，还有这好多奖。其实也不容易耶，所以金骏科技有怎么样？你们的产品有怎么样的特色或优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对于产品优势或特色的话，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说明。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以线轨来讲的话，其实线轨它是属于一个工业的标准品。那金骏的产品特色，你可以看到下面这2张图。我们一般同业来讲的话，它的设计呢，它会根据客户的使用需求，它会去出不同系列的产品，不同的组合高、不同组合宽，甚至不同的设计。那有一些同业它已经把设计简化了，但是呢，我们因为线轨里面它通往滑块里面会有分成链带跟非链带型的。那通常这2个因为在设计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它都会做设计成2个系列。那金骏最大的特别就是把它设计成同一个系列。所以我们的滑轨呢只有1种，那但是呢，我们的滑块有非常多种。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这张图的话，我们是把链带跟非链带的滑块呢，都把它设计在同一个滑块的内部。那这样的话，客户可以在它的使用的需求里面自由的选择替换。那当然，我们透过一个滑块的高度、长度、宽度的不同呢，去做选择搭配，那就可以符合各种设计。所以工程师也好，或者是他们一些设计的人员也好，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选择适合他们的滑轨。那如果说原本呢，它可能是使用其他家的，或者是说滑轨坏掉了，它都可以去找到我们一个替代的型号，然后去做一个替换、更换使用这样子。所以这样共用滑轨的设计，其实也可以节省成本，对不对？对，因为它本来可能要用不同的滑轨。对，因为这个对客户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对于库存管理它就很方便。好，那对于使用者来讲的话呢，他今天也可以依据他使用的需求，那他只要选好滑轨之后，然后再去搭配不同的滑块。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因为不同的产业里面，它需要不同的一些元件来做搭配，所以它除了选择滑块之外呢，它也可以选择配件。所以它是可以做不同的一个组合运用。对。那我们跟其他同业比较有差异性的一个优势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专利的制成的一个3面铜模的技术。那这3面铜模的技术呢，基本上可以让我们的研磨的时间跟我们的研磨的精度，都有比较好的表现。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我们全系列共轨的设计，还有我们全系列链带的设计，这个也可以让客户在使用上跟选择上，它有一个比较灵活的一个搭配使用的一个选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专利的一个包覆型的链带。那这个链带我们刚刚提到有链带跟非链，链带跟非链就是说你有链带的这一个滑块里面呢，它可以把钢珠很好的隔开，所以钢珠等于是排得很
均匀。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运动的一个过程，它都得到比较好的顺畅。那再来就是因为链带把钢珠隔开了，所以钢珠本身自己不会有碰撞，也不会有摩擦，所以在噪音上面，在寿命上面，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可以服务很多个场域里面的一个产业，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防尘的设计跟一些配件的设计，其实非常全方位的。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你适合用的一些配件，好来去做一个搭配使用。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有一个 P 级互换跟一个无线对接的产品。那这个 P 级来讲的话，其实我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的线轨可以分，一般来讲可以分5个等级 ，N、H、P、SP 跟 UP 5个等级。那通常呢 ，P 级来讲的话，就是指它的组合精度有到达 P 的等级。那这个 P 的等级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线轨的标准长度是4米。那这个4米长度里面呢，我的线轨跟滑块组合上去以后，移动组合的这个误差呢，是小于头发的宽度。小于一个头发的宽度？对，头发一般一根头发的宽度大概是40到50微米，就是4条到5条里面。那我们的 P 级就是要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其实线轨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产品。非常精密。对对对。哦。好，那无线对接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其实现在自动化，无人仓储这已经越来越流行，那搭配一些机器手臂的地气手使用，但是呢，因为这个长行程的部分呢，它需要线轨要有对接，我们刚刚讲标准长度是4米，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仓库有接近100米的长度的话，它必须要对接非常多支的线轨，那万一呢这个线轨在某一段它使用上有问题，或者是需要更换的时候呢？在以往的产品里面，它必须要整组更换，因为它没有办法随意的对接。那我们这个无线对接的产品呢，是把我们的线轨做到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你可以无限的是自由去使用、替换去对接，那就让客户这边减少了很多维护的成本，然后在安装上也不会有特别的一些要求跟一个需要去需要去校对的一个部分。这成本应该可以节省的，就是蛮可观的。对，那我们这2个部分就是利用我们一些对于产品品质的一些管控，那对我们一些品质的要求，才有办法达到这样子一个水准。那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一些相关的应用啊 ？OK，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相关的应用来讲的话呢，我们开发了非常多的一些配件，来做一些使用搭配。那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分解图，因为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最外面这个铁片，这个铁片它其实是一个金属刮刷片，它的作用就像我们今天火车前面的那个侧裙。那如果今天你有一些比较硬的、比较大的或者是高热的一些污染物呢，在你的轨道上或柱构上的时候呢，它就像火车的侧裙一样，在第一道就先把这些大的东西先把它挡在外面。对，那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防尘的部分。那防尘的部分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把灰尘阻绝在滑块的外部。那我们有蓝色跟黑色。那我们刚刚为什么会有蓝色、黑色2种颜色？就是因为我们有链带跟非链的产品。那为了从外观上面去做个区别，蓝色就是我们有链带型的产品，那黑色就是非链带型。快速辨识。对。那中间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有些可能木工具、工具机，它在一些高污染的环境里面呢，它需要更好的防尘效果，所以它就可以选择。可以放2片的防尘，那因为防尘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软质的橡胶，所以呢，我们在中间呢会有一个金属垫片，就是强化它在组装上的一个强度。那再往里面走呢，它是一个自润组件。那自润组件就是说，今天我们线轨其实在整个机台里面的成本的泵表里面呢，大概占的成本会在1/10以下，可能6到7%左右。但是呢，当你线轨坏掉的时候呢，其实机台就是不能动。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很多场域是它维修的成本会大于你这个线轨本身的成本，所以我们会希望尽可能的延长我们今天线轨的使用寿命。所以基本上呢，我们会利用这个自润组件，它就像一个外挂式的油箱。好，那它这个油箱呢，它会在移动的过程中呢，不断的把这个润滑油擦在我们线轨的表面。所以它就是有一个自我润滑的效果，内建的。对，那它也会把多余的油脂再逆向的吸收回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润滑的一个组件。对，那就可以大幅的延长你的线轨的使用寿命，那降低你保养的频率，那也让你的保养的那个成本可以大幅的下降。对，那再往里面走呢，它会有一个我们的多层次金属刮刷片。
那多层次金属刮刷片的话，它是一些高密度的泡棉多层次去堆叠而成的。那像在一些半导体环境里面，它其实非常的干净，所以它其实不太需要有防尘的系统。但是它又希望能够阻绝外部跟内部的一个空间的部分。所以我们就会搭配使用多层次新阻力刮刷片，它就像一个扫把一样，轻轻的扫除你轨道上的一些细小的一些灰尘。对。那滑块内部的话呢，我们有里面的上防尘跟我们的下防尘。那这就是避免我们的灰尘呢，万一从正面侵入滑块的时候呢，上防尘算是属于第二道保险。所以当它侵入滑块的时候，它也不会掉到竹沟里面去。对。那下防尘的部分的话，就是说我们怕滑块它从下方灰尘从下方进入，或者是说我们今天导致或侧放的时候呢，灰尘也有可能从其他的方向进入。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整个线轨系统的那个防尘的设计是属于全方位的设计。对。那当然我们针对这些防尘系统呢，我们也会针对不同的场域，有一些客户可能会在意阻力值。好，那阻力值太高的话，可能会造成它马达拉不动，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所以呢，我们也会设计这些轻阻力的端防尘。它一样会有防尘的效果，但它的阻力值就会大幅的下降。对。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这些产品都是可以配合我们今天需要使用的场域来去做灵活搭配使用的。所以在应用的部分，就是有哪些可以举一些例子给我们分享？ OK， 那应用的部分的话，我可以直接秀一个影片给大家看，那大家就知道说，其实线轨其实可以用在非常多的产业。那当然还有里面有一些我们产品的其他的应用的一些影片可以直接做。OK。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台湾的品牌，所以我们是以台北101来做一个开头。对对对。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有分元件类跟我们的系统类的产品。那元件类的产品就是螺杆啊，好，那刚刚这边有提到我们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技术。对。这就是我们的链带，包覆性对，包覆性链带，然后这是全方位的一个。这想得非常周到全方位的方程。那当然，刚刚我提到用在不同的产业里面，它有不同的需求。所以你看，以汽车产业来讲的话，因为汽车通常都是一些高负重的，然后比较高污染的环境，所以我们就会推荐刚刚提到的这些。那全方位防尘就是一个重点。对，那你可以看到旁边那边是真的，我们拿我们的线轨，然后在旁边直接做焊接的一个测试。对。那这个就是半导体跟一些医疗设备，那它在意的是这个产品的稳定性跟精度的一个要求。对。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精确度跟稳定度。对对对。那当然，在一些木工机械来讲的话，或者是工具机械来讲的话，它其实在意的是我们的防尘，跟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滋润。对。所以这一些部分的话，就是它会选择比较多的一些零件来去做搭配。那我们刚刚讲的上防尘跟下防尘，就是在这个进去的防尘的这些里面呢，它可以把它做一个第二道的主角。第二道的那个，对。那在一般来讲，其实线轨、螺杆这些常常应用在一些自动化产线，所以我们就是以一般的需要地噪音啊、滋润的系统，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这样的选择搭配。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滋润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产品使用寿命也可以大幅的延长，对。而且多余的油它还会自己回收回来，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对。那这个是属于我们刚刚讲机电整合性的产品，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奈米制动器。奈米制动器因为它可以达到非常高的精度，所以像现在有个光纤啊、光通讯产业的5G 定位系统这些东西，其实它都可以用在里面。那当然半导体产业也是，对，它们都是属于比较高精密度需求的产业。那像我们的原子力显微镜呢，就是用在一些高阶的表面的一些观察，一些表面的检测、材料检测，然后奈米性结构的一些检测，对。那当然，你看这是光碟片。那我们用光学显微镜看起来也是一个蓝色的片，但是如果你用原子力显微镜，你就会看到上面一些细微的结构。那旁边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实际上用我们的仪器去做扫描出来的。刚刚那个凹槽跟凸起来就是0跟1数位的讯号。对，那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核酸纯化机。对，那它最主要就是希望萃取我们血液样本里面的一些 DNA、RNA。
然后来去做一些后续的，不管是说亲子鉴定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遗传疾病检验，这些都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去做萃取的。对。那对于未来呢，金骏科技这边有怎么样的规划，或者是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对未来来讲的话呢，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智慧制造一个趋势，所以我们也对于这个智慧制造的话，我们在我们内部也做了一个智慧制造一个升级。那在上周，我们也通过了一个经济部回台投资的行动方案，我们将会投资16亿在我们的一个桃园大溪建制我们新的智慧工厂。上周才刚通过，是不是？哇，掌声一下，恭喜！好，那我们在这个智慧工厂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用一个像这个图里面的这个架构，然后我们可以看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现场的层面，现场层面呢，我们会透过机联网的方式呢，自动收集这个机台的一个架动率、产能速率这些东西。那再来透过我们的一个即时报工系统，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订单生产进度。那这样子的话呢，再把后面中间这一层是属于系统面的。那我们有一个 SCM， 就是我们的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系统，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原本内部的 ERP 系统。然后跟我们现在预计要导入的 MES 跟 WMS 系统，做一些资料交换，那我们就可以把一些数据，我们需要的数据呢拿出来使用，所以呢，我们可以变成一个可视化的行动看板。所以当今天我们高阶主管在出差的时候呢，其实我可以用手机或平板，我就知道说，我内部的机台是不是还有在做动？那机台里面它现在生产的型号，那我的客户呢也可以透过这个系统，他就知道说，我今天下了订单。它大概已经生产到哪一个步骤？对。那当然，我们对于品质管控一直是我们一个非常坚持的要求。所以我们也会结合我们的 QR code 的部分。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线轨的系统呢，你只要去扫一个 QR code， 它就会知道说，这个东西是谁做的，什么时候做的，哪一台机台做的。那这个 QR code 系统其实它是电印在我们预计会电印在我们的产品本身。所以基本上它就是物流跟资讯流都会统一。那这个 QR code 的效应就像是我们的一个身份证或者是证书一样，他会知道说你的父母是谁，然后你读什么国小，你读国小的时候你国文考几分，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来去做我们的生产履历追踪跟我们的品质管控。对。所以而且后端还有可视化跟行动化管理，因为其实不只是把资讯可视化，只是行动化管理也还蛮重要的。对。对，所以要跟大家说一下摊位在哪里，对不对？对。那我们的摊位呢是在那个这一区的1212，对，是在那个一馆的1楼。对，所以在8月19到22，欢迎各位来这边来多了解我们的产品。而且Daniel， 我知道你们摊位上有小活动，对不对？有小活动，对，有2个小活动。对，第一个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来到我们J1212摊位，只要留名片或者是填问卷，就可以抽神秘小礼物。对，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这边，跟了解一下金骏科技他们的产品，然后留下资料，就有机会抽小礼物。那还有另一个活动是来到他们的摊位可以拍照。对，那现场拍了照，他们很贴心，他们还帮你们准备了，就会把这张照片印出来，对，让你带回家一个展场纪念照。所以欢迎大家8月19到22号呢，来到一馆1楼 J 区的1212摊位金骏科技，然后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线性传动元件、他们的 staff 呢，还有他们的模组系统产品。那今天再次谢谢 Daniel， 谢谢。那待会呢，我们会邀请到山崎自动化来到现场，那我们马上回来。